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草。这部影片要介绍的是处刑重盾粉碎高护甲超凡脱属的暴击版。这个流派的构造蛮复杂的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就麻烦认真看一下吧。流派构成有主要的3点，第一点是高护甲搭配超凡脱属，内容和以前的百万护甲流派一样，使用激进的信仰来拿超凡脱属，再撑高护甲来挡各种的元素伤害。虽然星团的光环部分已经被削弱许多，这支的护甲在喝水的时候只有14万左右，在生存方面一样是非常的优秀，只有在面对持续伤害的部分会比较辛苦。生存面就如同前面的影片展示，在面对赛久的带炮也是完全没有问题。那以上就是第一点，超凡脱属高护甲的组合。第二点则是领导力的代价，这一条项链的特色除了最大抗以外，还可以拿焦灼、易碎和残喘的能力。焦灼是使敌人减少 20% 的元素抗性，易碎是使敌人被攻击时增加 15% 的暴击率，残喘则是使敌人造成 20% 更少伤害。那为什么要用这条项链呢？因为第一点的超凡脱属，所以要使用高护甲的盾牌，因此就不使用能量护盾的盾牌来增加暴击率，而改用这条项链来提升暴击率，而且可以拿到最大抗性以及降低敌人 20% 的伤害，不管是生存还是伤害面都是蛮可观的提升。缺点就是不能制作+2的项链，还有能力值的部分要调好。这条项链所拿到的3种汇流和磨难秘辛有点不同，项链的汇流是所有的伤害都可以造成效果，所以纯物理的重盾粉碎也可以使用，而审问的磨难秘辛就必须要有元素伤害才能发动。以上就请各位注意一下。再来是第3点，败血承诺加上解放链的永久盛怒以及免咒效果。使用戒指败血承诺加时空锁链，可以让机体被时空锁链诅咒，再搭配解放链的效果，在失去时空锁链时获得最大层的盛怒，以及有25层以上的盛怒时可以免疫诅咒。看起来可能有一点复杂，白话一点的讲就是败血承诺加时空锁链加解放链，然后时空锁链的光环一直开关关的，就可以维持25层以上的盛怒加上免疫诅咒了。那以上3点就是这个流派的主要构成。接着再来讲一下装备的部分，武器使用赝品的幻梦飞羽，在瓦池的部分使用几率获得护体，如果没有拿到护体的话，在技能年限的部分就要穿上护体。有玩过以前百万的护甲就知道，这把武器基本上是绑定，虽然这个流派的护甲只有14万左右，可是还是可以加到300多%的攻击伤害。统规则是使用吞噬之冠，主要是拿减少光环的魔力保留，因为这个流派很需要各类的护甲光环，而且靠异能魔力能轻松的解决魔力问题。附魔则是挑骄傲减少魔力保留。手套使用马雷戈罗的血蓝手套，主要就是拿暴击加成固定在300%这一词，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拿暴击加成的手段，包括天赋和星团都是以光环为主，所以直接使用这个手套拿300%的暴击加成。固定吃罪则瓦出了加一狂怒球来增加伤害。衣服是使用种族军的攻击减少魔力消耗，粘上圣战士的静止时会有奉献地面这一词。为什么要粘奉献地面这一词呢？因为这个流派使用了激进的信仰，这颗珠宝会把抗争变成神隐，配上珠宝范围内点出150点奉献，再搭配衣服的奉献地面，就可以获得元素免疫。如果有办法再弄出暴击石或者暴击球会更好，不过实在是有点难做，所以我们就将就一点用了。盾牌就是很典型的高护甲的巨型塔盾，后缀上引力池拿18%的品质或者2倍伤，另一池再用攻力去上。这个盾就不用像将军战红要读冷却了，虽然最后还是丢了秒回生命出来，不过还是一样可以用就好。鞋子应该是最贵的部分，也是很多暴击流派毕业的鞋子，2T0的灵巧流顺猛攻鞋。制作的方法我就不再多说了，巴哈或者是 YouTube 也都可以找到一些做装备的教学。项链就如同前面说的，使用领导力的代价，有涂上了元老，打王时务必要插图腾，伤害面会有很明显的差距。腰带使用解放链，瓦池可以找优雅或者是坚定增加效果的。最后一颗的戒指就是补能力值和命中，以及拿一点抗性和生命等等。由于项链的需求需要2个能力值相等，所以我会建议星团和装备都弄完了之后，最后这一颗戒指再来把能力值补好。然后再来讲讲珠宝的部分，这一支开了2组巨型、4组中型、3组小型星团，2组巨型基本上都是找豢养狂热这一词，因为要搭配处刑的升华残暴热情，这个升华可以让你一直在维持偷取生命的状态，所以搭配豢养狂怒就可以拿30%的伤害以及15%的攻速。
其他的词就比较随意，有用到就可以了。中型的4颗都是非诅咒的星团，分别是2颗永不妥协和坚定指挥官，以及2颗升华之行和坚定指挥官，主要就是减少坚定和优雅的魔力保留，以及增加光环效果。小型星团第1颗是挑护甲持坠，持坠挑耐久增进拿耐力球和护甲。第2颗选择了补混沌抗性，这边用了84物等以上的星团，持坠洗出小天赋增加35%的效果，这样子1颗星团就可以补非常多的混抗。最后1颗星团是天性，这一颗珠宝应该比较少人会用，因为这颗的效果是要站着不动时才会有用。当静止时，每秒获得2成的缓速藤蔓，最高可以到达10成，也就是站着不动时，5秒后可以拿到20%的几率2倍伤，以及10%的承受更少伤害，刚好可以配合这个流派的高坦度，还有静止不动时拿奉献地面的元素免疫。看守之眼也一样挑骄傲的穿刺2次延长，然后唯一的1颗正常珠宝是挑生命以外，还要有攻击击中获得+2的能量护盾。因为使用了吞噬之冠的异能魔力，所以还是要拿这一词来补充一下，不然站着打久了之后还是会没魔的。整体流派的构成和装备的介绍就到这边，再来讲讲一下结论。在操作的方面会比较忙碌一点，因为时光锁链你必须要开开关关的。我是把盾碎放在 Q， 时光锁链放在 W， 就2颗一起按这样子。平常是卡键坚决战红，左键放先行狂怒边走边放，打王时要把增加放的效果改用集中效应，以及要插先祖卫士和战士长的图腾，还要开关时光锁链拿圣怒开狂战。前置的动作蛮多的，可是一套爆发出来的伤害也是很不错。在操作上手感是忙了一点，不过生存和伤害面都是不错的，除了持续伤害的方面有点弱以外，大部分的直击伤害都可以吃下。然后在造价的部分就有点高，反正现在也季末了，大家如果有资金的话也可以来玩看看。这套装备是向朋友借来拍的，拍完之后装备会还给他，想参考装备的人可以看看资讯栏的 POP 以及影片的内容去参考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什么鬼东西啊！